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这期视频我会和大家对比一下这3支无反相机的镜头，它们分别是尼康的1430 f4S、尼康1424 f2.8S， 还有奈斯的15毫米 f4。在视频开始之前，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对比这3支镜头，它们的价格差距巨大。它们其中有2支是变焦，1支是定焦，2支是尼康原厂的自动对焦镜头，1支是国产的手动对焦镜头。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广角镜头。奈斯这支镜头啊，在发布至今，有不少朋友都对它表示怀疑和观望，都觉得国产镜头啊，目前呢还是不够好。我就想通过本期视频，通过这个照片和视频不吹不黑，让大家比较一下，看看国产镜头目前的水平到底是如何的。我们先简单对比一下它们的体积、重量，还有基本的参数。由于奈斯这支镜头是15毫米的定焦镜头，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所有的实拍部分，所有画面都会使用15毫米的焦段来进行拍摄，都是使用尼康的 Z7 2代进行拍摄，并且所有的拍摄参数都会是一样的。先看看它们在15毫米时拍摄角度的区别，可以看出来1424这支镜头的拍摄角度略小于其余2支镜头。尼康的1430 f4S 和奈斯的15毫米 f4 拍摄角度几乎一样。在锐度方面，我分别在无限远的对焦距离和2米近距离拍摄时进行比较。在 f4 光圈下，中心锐度3支镜头表现相当接近，15毫米表现最优，1424排名第2，1430排名第3。不过第2和第3名的差别呢并不大。在边缘锐度方面，1424表现最优，紧接着是1430，第3名是15毫米。在 f5.6 光圈下，中心锐度区别不大，第1名仍是15毫米，第2、第3依然是1424和1430。边缘锐度第1名依然是1424，第2名为15毫米，并且呢和 f4 比较时有明显的提升，第3名为1430。在 f8 光圈下，15毫米的中心锐度有所下降，但是3支镜头的中心和边缘锐度差别都并不明显，难以看出区别。在 f11 光圈下，15毫米和1424继续保持着非常接近的水平，1430在中心和边缘锐度都有明显的下降。在 f16 光圈下，无论中心还是边缘锐度，15毫米和1424继续领先，1430继续落后。在 f22 光圈下，3支镜头表现都几乎一样，画质下降比较严重。在2米的近距离拍摄环境下，f4 光圈下表现和之前非常接近，中心锐度3支镜头都非常接近。
边缘锐度，15毫米和1424几乎一样，1430表现较差。f5.6 光圈下，中心锐度三者差别不大。边缘锐度1424表现最优，第二名为15毫米，第三名为1430。f8、f11、f16 光圈下，它们的中心锐度都难以看出区别。边缘锐度还是1424和15毫米，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而1430表现还是最差的。在 f22 光圈下，3支镜头表现都几乎一样，画质下降比较严重，其中1430表现最差。在畸变控制方面，这3支镜头都非常的不错。紫边和色散控制方面，它们的焦内部分都表现优秀，焦外部分尼康的2支镜头表现更好。最近的对焦距离，1430 f4s 为28厘米，1424 f2.8s 为28厘米，15 f4 为20厘米。焦外的虚化部分，一般来说，大家都不会十分在意超广角镜头的焦外虚化部分。在最近对焦距离拍摄时，它们的焦外虚化表现如下。在看炫光方面，1424表现最优，1430紧跟其后。15毫米虽然是第3名，但是表现还是挺不错的。3支镜头在这方面都表现优秀。暗角控制方面，在全开光圈下，赖斯15毫米的 f4 暗角相对严重，随着光圈的收缩，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尼康的2支镜头表现都非常不错。在呼吸效应方面，赖斯的表现尤为出色，然后是1430 f4s， 最弱的是1424 f2.8s。星芒表现这一方面是赖斯15毫米 f4 的强项，也是它的卖点。对于星芒的表现好看与否比较主观，我就不多说了，直接放图，你们自己比较，自己决定吧。总结，这3支镜头在不同领域上面都各有优缺点，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它们的价格也是有巨大的差别。作为广角镜头，它们上滤镜的方式也是各有不同。在我拍摄的过程中，我发现赖斯的15毫米 f4 在使用一样的白平衡、一样的快门和光圈下，颜色是偏冷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也问了赖斯的负责人，他们表示这是他们特意按照徕卡镜头的标准来调教，镜片上面也有所调整，为的就是让它更适合风光拍摄，让蓝色拍出来更蓝，颜色更通透。经过这次完整的测试，不知道大家对于目前国产镜头的做工和性能有没有新的看法和感想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喜欢我这期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赞、留言，还有分享出去，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